你可能一直以为吃鱼就是健康的代名词。医生建议多吃鱼，媒体也常把鱼称作长寿食物。可是很多60岁以上的人并不知道，餐桌上的某些鱼不仅不会让身体更健康，反而会像慢性的毒药悄悄蚕食大脑、心脏和血管。最夸张的是2023年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只要每周吃2次错误的鱼，中风风险就可能增加70%以上，记忆力衰退的速度也会明显加快。这不是夸张的标题党，而是经过同行评审的数据。换句话说，如果您年过60还在吃某些看似普通的鱼类，可能等于每天给自己埋下一颗隐形的地雷。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更讽刺的是，这些最糟的鱼往往便宜、常见，甚至被宣传成健康选择。而另一边，真正有益的鱼类反而被很多老人忽略。今天我们就来把这2张清单彻底说清楚，4种千万不要碰的鱼，以及4种必须常吃的鱼。先从危险清单说起，排在最前面的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养殖罗非鱼。为什么它危险？表面看，罗非鱼很友好，肉质白嫩，价格实惠，还经常被宣传为高蛋白、低脂肪。可如果你知道它的养殖环境，可能就完全不会再加第2口。大多数罗非鱼都被挤在狭小的网箱或池塘里，水里漂浮的几乎都是鱼类自身的排泄物。为了让鱼不至于死光，养殖户只能不断投喂抗生素、杀虫剂，甚至杀菌化学品。问题是，这些物质不会凭空消失，它们残存在鱼体里，最终进入老人身体。对于本就解毒能力减弱的老人来说，这等于加重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更要命的是饲料。罗非鱼常年吃的是玉米粉、大豆渣，甚至禽类排泄物，这让它体内的 Omega-6 和 Omega-3 比例严重失衡。正常情况是2比1左右，而养殖罗非鱼竟可能达到11比1。这意味着吃下去的不是抗炎的营养，而是点燃炎症的火把。研究甚至发现，罗非鱼引发的炎症反应比吃汉堡、培根还要严重。想象一下，一个老人为了健康放弃红肉，却转头吃罗非鱼，结果关节更痛，心脏负担更大。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含有2恶英，这是一类能在体内存留数年，与癌症直接相关的高度污染物。结论很简单，60岁之后，罗非鱼等同于营养垃圾，越远离越好。第2种要避开的是马鲛鱼。马鲛鱼和西班牙青、北大西洋青不同，它体型更大，寿命更长。科学上有个规律，鱼活得越久，越处于食物链顶端，体内毒素越多。马鲛鱼的汞含量高得惊人。美国 FDA 甚至明确警告，孕妇、儿童和老人应彻底避免食用马鲛鱼。汞会悄悄攻击大脑和神经系统，它会让你越来越健忘、手抖、情绪不稳。很多人以为是老年痴呆，其实是汞在作祟。更严重的是心脏，汞能损伤血管内壁，干扰心律，增加心梗和中风的风险。很多老人在餐厅点了一份烤青鱼，没意识到那其实就是马鲛鱼，高汞高风险。这里的关键提醒是，别混淆。西班牙青和北大西洋青相对安全，但马鲛鱼一定要从饮食中划掉。第3个危险选手是金枪鱼。很多人会疑惑，金枪鱼不是一直被当作健康蛋白吗？
问题就在于它的位置，食物链顶端。尤其是长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寿命长，汞积累多。神经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金枪鱼导致的高汞水平会让老人的认知功能下降 65%。而且这不是立刻显现的，它是慢慢积累的。你可能觉得只是偶尔吃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但当年复一年的汞沉积到大脑时，症状就表现为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抑郁。即使是罐头金枪鱼也不能掉以轻心。淡色金枪鱼相对安全，但仍要控制频率。最理想的情况是每月1到2次，绝对不能把它当成常态蛋白来源。第4种则是进口鲶鱼。很多人爱它的原因只有一个，便宜。可你知道吗？部分地区的进口鲶鱼养殖场为了降低死亡率，投喂的抗生素和化学药剂数量惊人。检测发现，这些鱼肉里可能含有致癌物，甚至被禁止使用的化合物。而且鲶鱼大多吃玉米、大豆饲料， Omega-6 比例过高，加剧炎症。更糟糕的是，它们往往生长在污染严重的水域，体内可能残留铅、汞等重金属。老人一旦吃下去，等于让毒素在体内慢慢堆积。有人说，反正煮熟了不就行了吗？但重金属和化学残留可不是高温能解决的。真正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不碰。如果一定要吃鲶鱼，请选择本地养殖、监管严格的来源。以上4种就是60岁之后最危险的鱼类。它们便宜、常见，却隐藏着抗生素、重金属、致盐脂肪酸和致癌物。最可怕的是，这些风险不会立刻爆发，而是像一滴滴沙子，慢慢磨掉大脑、心脏和肾脏的健康。可是，如果危险清单让人心惊，那健康清单会让人振奋。因为另一边的4种鱼，恰恰能修复炎症、保护记忆、稳固骨骼，让人60、70岁依旧精神矍铄。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讲这4种必须经常吃的鱼，到底能为老人带来怎样的保护。当我们把危险鱼类清单划掉之后，自然会问，那60岁之后到底该吃什么鱼？答案其实很清楚，有些鱼不仅安全，而且是对大脑、心脏、骨骼和免疫力的保护伞。第一种必须出现在餐桌上的，就是野生太平洋鳕鱼。鳕鱼的名字并不抢眼，和三文鱼、金枪鱼相比，它似乎太普通，甚至有人觉得没什么营养。但科学研究给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鳕鱼是一种低调的长寿食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鳕鱼提供的是高质量蛋白加极低脂肪的组合，每100克鳕鱼大约能提供20克以上的优质蛋白质，却只有不到2克脂肪。对于担心肌肉流失的老人来说，这是理想选择。别小看这个问题，60岁之后，肌肉每年都会以1%到2%的速度流失。80岁时，几乎一半的老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肌少症，导致平衡力差，容易跌倒，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而鳕鱼能在不给身体带来脂肪负担的情况下，提供最需要的肌肉原料。鳕鱼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宝藏——硒元素。硒是老年人最容易缺乏的微量元素之一，而鳕鱼恰恰富含它。一份鳕鱼就能满足1天的硒需求。硒的作用就像给细胞套上一层隐形护盾，抵抗体内的生锈过程，也就是氧化压力。氧化压力会加速衰老，
让血管硬化，大脑退化。研究发现，血液中硒水平较高的老人，认知能力明显更好，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概率也更低。不仅如此，鳕鱼还含有丰富的 B12、磷和优质矿物质，能保护神经，维持骨骼强度。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鳕鱼就像一份温和的保护剂，不会过度刺激，也不会留下沉重负担。最关键的是安全性。和金枪鱼、马鲛鱼不同，鳕鱼的寿命短，食物链位置低，因此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尤其是来自阿拉斯加、北太平洋的野生鳕鱼，水域清洁，监管严格，几乎可以放心长期食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烹饪方式，尽量避免油炸，高温油炸会破坏蛋白质，还会生成不良物质。最理想的方法是清蒸、煮汤或轻度烤制，保留营养又容易消化。所以，如果你担心肌肉流失、骨骼脆弱、记忆力下降，鳕鱼是最值得摆上餐桌的日常鱼。第二种必须常吃的鱼是沙丁鱼。别被它小小的身材骗了，沙丁鱼是超级营养炸弹，而且价格亲民。很多人以为只有昂贵的三文鱼才有丰富 Omega-3， 但实际上沙丁鱼的 Omega-3 含量一点不比三文鱼少，甚至在单位重量上更高。为什么这对老人至关重要？因为60岁以后，身体几乎必然会陷入慢性炎症状态，关节疼痛、血管堵塞，甚至记忆力衰退，背后的共同推手就是炎症。而沙丁鱼里的 DHA 和 EPA 就像消防员，把体内的炎症之火扑灭。大量研究证实，每周至少吃2次沙丁鱼的老人，心脏病风险更低，认知能力更好，甚至情绪更稳定。沙丁鱼的另一个惊人优势是维生素 D。60岁之后，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急剧下降，很多老人即使天天晒太阳，也依旧缺乏。维生素 D 缺乏会让骨骼变脆，跌倒风险大大增加，还会导致免疫力低下。更有意思的是，缺乏维生素 D 还和抑郁症高度相关。沙丁鱼是少数能天然提供大量维生素 D 的鱼类，一份就能满足约 40% 的每日需求。如果连同鱼骨一起吃进去，还能补充大量钙和磷。想象一下，一罐沙丁鱼就能把骨骼和免疫系统同时补起来，这几乎是给老人量身定制的组合。而且沙丁鱼特别安全，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吃的是浮游生物，而不是其他鱼类，所以几乎不会累积汞或重金属。这意味着老人完全可以放心长期吃，不用担心金枪鱼那样的慢性汞中毒问题。更妙的是，沙丁鱼罐头便宜，容易买到，几乎不需要复杂烹饪，加点橄榄油，挤点柠檬汁，就能变成极佳的日常小菜。对老人来说，既省心省力，又能稳定补充关键营养。很多医生甚至把它称为穷人的超级食物。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鳕鱼和沙丁鱼这么好，那它们能不能完全替代三文鱼？答案是，它们确实很好，但三文鱼依旧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那就是第三种必须要吃的鱼——野生三文鱼。不过关于三文鱼，我们下一段细讲，因为它涉及一个几乎所有老人都关心的核心问题：如何保护记忆力和心脏，让你在70、80岁时依旧思维清晰，行动有力。说到鱼类中的明星，几乎没有人会忽视三文鱼。但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并不是超市里随处可见的养殖三文鱼，而是野生阿拉斯加三文鱼。
两者的差别就像新鲜空气和二手烟，外表相似，但对身体的影响天差地别。为什么野生三文鱼对老人如此重要？答案在于它独特的 Omega-3 脂肪酸组合。每100克野生三文鱼能提供超过 1.5 克的 EPA 和 DHA， 这是维持大脑和心脏最关键的营养。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血液中 DHA 水平较高的老人 MRI 扫描的大脑体积明显更大，记忆力测试也更好。这意味着三文鱼不仅能延缓认知衰退，还能实际保护脑细胞结构，让人70-80岁依旧保持思维清晰。而对于心脏，三文鱼的作用同样直接。Omega-3 能够降低血液里的 C 反应蛋白 CRP， 这是炎症的关键指标。炎症水平降低，动脉堵塞和心脏病的风险也随之下降。大量临床数据表明，每周吃2次三文鱼的老人，心梗风险能降低30%以上。想象一下，这意味着很多突发性的心脏事件完全可以靠饮食上的一个习惯来避免。三文鱼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营养优势——虾青素。这种让三文鱼呈现橙红色的天然色素，其实是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氧化压力就像身体里的生锈，让细胞老化、皮肤松弛、眼睛退化。而虾青素能强有力地抵抗这种损伤。研究显示，虾青素不仅能减轻关节炎症，还能改善皮肤弹性，延缓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对老人来说几乎是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必须再次强调，一定要选择野生三文鱼。养殖三文鱼常年被喂以加工饲料，脂肪比例失衡，Omega-6 过高，反而可能加重炎症。更糟糕的是，部分养殖场使用抗生素和人工色素，让鱼肉看上去鲜艳，却暗藏健康风险。所以，如果想把三文鱼作为长寿武器，一定要认准野生阿拉斯加产地。第4种必须经常吃的鱼，可能会让你意外：鳟鱼，尤其是红鳟鱼。很多人以为鳟鱼只是三文鱼的平替，但实际上它有着同样丰富的 Omega-3 和蛋白质，却往往价格更亲民，更容易买到。更关键的是，如果来源安全，鳟鱼几乎没有汞和重金属的负担。鳟鱼的营养特点可以说是三文鱼的温和版，它含有大量 EPA 和 DHA， 能稳固血管，改善血液循环，对预防中风尤其有效。对很多已经有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的老人来说，鳟鱼的好处在于既能补充所需，又不会过度油腻或难以消化。除此之外，鳟鱼还是维生素 B 族的优质来源，尤其是 B12。6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超过 20% 存在不同程度的 B12 缺乏，这会导致贫血、记忆力下降，甚至情绪障碍。而鳟鱼能天然补充这种关键维生素，帮助老人保持精力和专注力。鳟鱼还有一个小优势，烹饪灵活。无论是清蒸、煎烤，还是做成汤品，它的味道都很容易被接受，不会像沙丁鱼那样有强烈腥味。很多老人常抱怨三文鱼太油腻，但鳟鱼肉质清淡，口感更适合长期食用。在欧美的老人饮食指南中，鳟鱼甚至和三文鱼一样，被列为最推荐的日常鱼类之一。总结一下，4种必须经常吃的鱼，分别是鳕鱼、沙丁鱼、野生三文鱼和鳟鱼。它们的共同点是低污染、高营养，富含 Omega-3， 含有老人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吃它们等于在给身体加装防护层。
鳕鱼守护肌肉和骨骼，沙丁鱼修复炎症、补钙补地，三文鱼保护大脑和心脏，鳟鱼均衡营养、温和安全。而危险的4种鱼罗非鱼、马鲛鱼、金枪鱼、进口鲶鱼则是另一种慢性毒素，越早远离越好。但故事还没结束，因为选择正确的鱼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该如何吃，吃多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适得其反。在最后一部分，我会结合研究和真实案例，告诉你60岁以上的人吃鱼的频率、分量和搭配才是决定寿命长短的关键。很多老人听到这里，往往会有一个疑问：既然知道哪些鱼该吃，哪些该避，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算合适？吃多了会不会出问题？吃少了又有没有效果？答案是，吃鱼讲究频率和搭配，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最新饮食建议，60岁以上的人每周吃鱼2到3次最合适，每次大约100到150克，差不多就是手掌大小的一块鱼肉。这样既能保证摄入足够的 Omega-3和蛋白质，又不会因为过量而增加污染物风险。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不要总吃同一种鱼。比如，有些老人觉得三文鱼好，就天天吃三文鱼，结果吃着吃着，胆固醇升高了，甚至消化不良。原因很简单，任何一种食物吃得过多，都会失去平衡。正确的做法是交替选择，本周吃一次三文鱼，再搭配一次鳕鱼或鳟鱼；下周吃一次沙丁鱼，再搭配一次鳕鱼。这样既能补充全面营养，又能避免单一鱼类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个常见误区是烹饪方式，很多老人习惯油炸、红烧，觉得香，但这往往毁掉了鱼的营养。高温油炸不仅会破坏 Omega-3， 还会产生反式脂肪和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脏都是负担。最推荐的方法是清蒸、清炖、煮汤或者低温烤制，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营养，同时更易消化。如果实在想要口感，可以在蒸或烤之前加一些橄榄油、柠檬汁、香草，不仅味道清新，还能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除了鱼本身，还要注意搭配。研究发现，当 Omega-3 与抗氧化物质同时摄入时，效果会更好。比如，吃三文鱼时，可以搭配一份菠菜或西兰花，补充维生素 C 和 E。吃沙丁鱼时，加点全麦面包和牛油果，既有纤维又有健康脂肪。吃鳕鱼时，可以配一点柠檬和橄榄油，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这样不仅让营养更完整，还能避免鱼肉单调带来的乏味。这里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日本冲绳岛被称为长寿之乡，当地老人平均寿命超过85岁。研究发现，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鱼类占比很高，但并不是单一依赖某一种鱼，而是小型多样化，沙丁鱼、青鱼、鳗鱼、鱿鱼都轮流吃，量不大，但频率稳定。这就是关键，稳定而均衡的摄入才是让身体受益的秘诀。说到最后，我们回顾一下4种危险的鱼：养殖罗非鱼、马鲛鱼、金枪鱼、进口鲶鱼。它们便宜常见，却暗藏重金属、抗生素和炎症风险，60岁之后最好彻底远离。4种必须常吃的鱼：鳕鱼、沙丁鱼、
野生三文鱼、鳟鱼。它们干净、安全，富含 Omega-3、蛋白质和老人最需要的微量营养素，是延缓衰老的保护伞。正确的吃法：每周2到3次，手掌大小的分量，轮换不同种类，以清蒸、炖汤、低温烤为主，搭配蔬菜和健康脂肪。真正决定一个人60-70岁以后健康质量的，往往不是1-2次的饮食，而是每天、每周、每年的小习惯。吃对鱼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想象一下，如果你坚持10年，肌肉依然有力，记忆依然清晰，走路稳健，心脏跳动有力，这些都不是奢望，而是明智饮食选择带来的自然结果。所以，请记住这个简单的公式：避开错误的瑜伽，吃对正确的瑜伽，掌握频率和方式，等于更长寿、更健康的未来。